各位可以試着想象這樣一個畫面，在烏克蘭西部的一條公路上，一輛極其普通的貨櫃車正在勻速行駛，天上的俄羅斯軍用衛星掃過，在情報分析員的熒幕裡，這只是千萬輛運送農產品或者民生物資的貨運卡車之一，毫無威脅，平平無奇。但就在下一秒，這輛卡車突然靠邊停下，貨櫃的頂部向兩側掀開，伴隨着震耳欲聾的轟鳴，一枚射程高達2000公里的巡弋飛彈噴射而出，直接撕破雲層，直奔俄羅斯的戰略腹地。幾十分鐘後，莫斯科的深夜，防空警報起立長鳴。各位，這絕對不是什麼好萊塢動作電影裡的特效橋段，這是不久之後即將在東歐戰場上真實上演的畫面。因為就在最近，由荷蘭航天公司與德國軍工巨頭萊茵金屬聯手，為烏克蘭量身打造了一款絕對的復仇武器——盧塔遠程巡弋飛彈。它不需要 GPS 導航，它能一口氣飛越2000公里的距離。最可怕的是，它可以完美的藏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標準海運貨櫃裡。它的誕生讓歐洲防務圈幾乎改變了戰爭規則。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黑科技？它又將如何讓俄羅斯原本就防不勝防的遼闊後方陷入一場無從遁形的深淵呢？烏克蘭越打勝算越大，但俄羅斯並不是軟柿子。想要真正取得勝利，有一個繞不開的問題，也是目前烏克蘭軍隊面臨的一個極其憋屈的戰術死局。而盧塔飛彈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開戰這幾年，烏克蘭高層為了自己國家的領土完整，到處求人，在國際外交場合到處游說。他們最渴望得到的就是美國的 ATACMS， 也就是陸軍戰術飛彈系統，或者是德國的金牛座長程巡弋飛彈。他們急需用這些大殺器去癱瘓俄羅斯本土的兵工廠和戰略機場，但結果呢？歐美的態度一直極其曖昧，並且充滿了限制。華盛頓和柏林的高層始終對俄羅斯的核武庫感到忌憚，生怕把普京逼到牆角，從而引發不可控的戰略升級。所以他們給出的條件非常死板，武器可以給，但絕對不允許用來打擊俄羅斯本土縱深。這種被人死死捆着一只手打架的局面，讓烏克蘭人徹底清醒了。想要把對俄羅斯產生真正的威脅，摧毀那些源源不斷生產彈藥的軍工複合體，只能靠自己。聽到這裡，很多人可能會反駁，烏克蘭不是有大量的自殺式無人機嗎？過去這1-2年，烏克蘭確實用各種自制的遠程無人機炸了俄羅斯不少煉油廠和儲油罐，確實讓俄羅斯人非常苦惱。但大家有沒有發現，最近這種長程無人機偷襲的輝煌戰果越來越少了？這不是因為烏克蘭的無人機產線停工了，而是因為俄羅斯祭出了一張讓所有廉價無人機都感到絕望的底牌——電戰鐵幕。我們來科普一個簡單的電磁學常識：烏克蘭發射的那些廉價長程無人機，優點是廉價、成本低，缺點還是廉價，本質上是個路痴。他們在幾百上千公里的夜航中，幾乎100%依賴美國的 GPS 訊號來認路。而俄羅斯的電子戰部隊恰恰是玩弄無線電訊號的頂尖高手，他們根本不需要發射實彈去擊落你，他们只需要在關鍵的軍事設施和煉油廠周圍部署大功率的 GPS 干擾與訊號欺騙系統。結果就是這些無人機要麼在空中像無頭蒼蠅一樣原地打轉直到耗盡燃油，要麼直接一頭栽進荒無人煙的泥地裡。廉價的長程無人機確實成本很低，但它的缺陷也極其致命，飛得太慢，裝甲太脆。最要命的是，在现代高強度的電子戰對抗面前，他們太容易變成瞎子和聾子了。就在烏軍遠程打擊陷入嚴重瓶頸，甚至面臨戰術僵局的關鍵時刻，荷蘭與德國軍工體系的強勢入局徹底打破了平衡。既然你俄羅斯擅長干擾 GPS， 那我們就造一款根本不需要 GPS 的遠程飛彈——盧塔巡弋飛彈。就是在這個令人窒息的戰術背景下橫空出世。既然俄羅斯的電子戰系統進化的那麼厲害，只要依賴 GPS 就必定吃虧。那破解的戰術其實非常簡單粗暴，直接把 GPS 接收器給拔了不就行了嗎？這正是盧塔巡弋飛彈最讓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它就像一個蒙着眼睛的頂尖刺客，根本不需要聽周圍的聲音就能一劍封喉。在深入了解這門絕技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家荷蘭航太公司打造的這對雙子星殺手。盧塔飛彈目前分為2個版本，一個是 Block 2，射程700公里，即將進入量產交付階段。而真正讓莫斯科高層冷汗直流的是計劃在2027年進行首飛的中級版本 Block 3。Block 3版本換裝了極其強悍的 T220 渦輪噴射發動機，這讓它的射程直接飆升到了驚人的2000公里。2000公里是什麼概念？這不僅意味着飛彈可以在烏克蘭的大後方安全發射，更意味着大半個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全部都被囊括進了它的攻擊版圖中。那麼問題來了，一顆徹底拋棄了 GPS 導航的飛彈，要在漆黑的夜空下以極低的高度飛越2000公里的複雜地形，它是怎麼在漫長的盲飛之後精準砸中俄羅斯兵工廠的屋頂的？這就不得不提到歐洲軍工巨頭給它塞進去的頂級黑科技——地形輪廓比對，
以及數位場景比對區域相關複合導引技術。大家別被這幾串冗長的專業名詞給嚇到，其實它的運作原理非常直觀。我們打個最簡單的比方，依賴 GPS 飛行的無人機就像是一個拿着手機導航開車的司機。一旦手機沒有了訊號，或者導航軟件中了病毒，司機馬上就會迷路，把車開進水溝裡。而盧塔飛彈採用的地形輪廓比對技術，等於讓這枚飛彈在發射前直接在腦子裡死死背下了一張立體的 3D 高程地圖。當這枚飛彈以距離地面只有幾十公尺的超低空進行突防時，它腹部的雷達高度計會不斷向下掃描，去感受地面的起伏。只要確認了下方的山丘起伏特徵是吻合的，飛彈就能瞬間修正自己的航向，重新找回完美的飛行路線。而數位场景比對就更直接了，飛彈的下方裝有光學鏡頭，它在飛過特定的地標時，會像照相機一樣快速拍下一張照片，然後跟自己記憶體裡的衛星照片進行核对。電子干擾機再怎麼在天空中咆哮，再怎麼釋放海量的雜波，也無法改變地球表面的起伏，更無法改變一條河流的走向。在飛彈逼近到距離目標只剩最後幾公里時，最後一道程序啟動了。飛彈前端的整流罩會自動脫落，直接露出一顆極高解析度的紅外線導引頭。此時此刻，飛彈已經不再關心腳下的地形了，它进入了最後的俯衝階段，直接睜開了那雙尋找熱源的紅外線眼睛。在這個階段，俄羅斯基地裡那些用來偽裝的充氣假目標，甚至是迷彩偽裝網，統統失去了意義，因為紅外線導引頭只看一樣東西：熱特徵。它可以輕易地在一大片建築群中識別出正在全功率運轉的兵工廠鍋爐房。它可以敏銳地在一整排停機坪上鎖定那架剛剛完成熱機、引擎還在散發着巨大熱量的圖95戰略轟炸機，鎖定熱源，尾部引擎加力，以接近音速的速度直接撞上去。這就是盧塔飛彈的恐怖之處，它把一段長達2000公里的漫長刺殺變成了一場完全不受外界電磁干擾的精確制導。但是技術再先進的飛彈，如果體積太大，目標太明顯，在發射前就被敵人的先制打擊給摧毀了，那也是白搭。為了保證這款殺器的生存率，烏克蘭和歐洲的工程師們想出了一個堪稱現代軍事史上最狡猾也最絕妙的偽裝戰術。他們把這枚2000公里射程的巡弋飛彈硬生生塞進了一個你每天在馬路上都能看到的鐵皮箱子裡。在現代戰爭單向透明的戰場環境裡，怎麼讓這款強大的飛彈活下來呢？答案是貨櫃盲盒。大家要知道，在今天的烏克蘭戰場上，頭頂上全天候盤旋着俄羅斯的高空偵察無人機和光學衛星。傳統的飛彈發射車，比如大家熟知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或者愛國者防空飛彈車，它們的輪廓特徵實在太明顯了，就算披上迷彩偽裝網，也逃不過高解析合成孔徑雷達。但是歐洲的工程師們為盧塔飛彈選擇了一個日常的外衣，標準化的20尺海運貨櫃。這玩意兒在現代物流體系裡有多可怕？全世界有幾千萬個一模一樣的標準貨櫃，在烏克蘭遼闊的公路、鐵路上，每天都有無數個這樣的鐵皮箱子在移動。你可以把它極其隨意地掛在任何一輛普通重型拖車後面，或者堆在內河航運的商船上。當俄羅斯的情報分析員坐在熒幕前，看着衛星傳回的公路畫面時，他們絕對會陷入深深的茫然，因為他們根本無從分辨下面車队裡的哪一輛卡車裝的是土豆、白菜或者醫療物資，而哪一輛卡車裡藏着隨時會掀開頂蓋向俄羅斯本土發射2000公里巡弋飛彈的戰略殺器。這種極其純粹的隱蔽性，讓俄軍的先制打擊系統徹底變成了瞎子。防不勝防才是貨櫃發射系統最大的威懾地。但聊到這裡，最具戲劇性也最充滿黑色幽默的一幕來了。把飛彈塞進貨櫃裡偽裝，這個堪稱絕妙的點子，其實根本不是烏克蘭人或者歐洲人的原創，它的真正發明者恰恰就是俄羅斯人自己。我們把時間撥回10幾年以前，大概在2010年左右，俄羅斯在國際軍火市場上極其高調地推出了一款名為俱樂部 K 的貨櫃飛彈系統。當時俄羅斯的軍工企業把這套系統吹捧為不對稱作戰的終極武器，他們甚至制作了極其精美的 3D 動畫，瘋狂對外展示如何把裝滿反艦飛彈的貨櫃偷偷混入普通的民用貨輪，然後在靠近美國航母戰鬥群的時候，貨櫃頂部突然打開，射出致命的超音速反艦飛彈。這種完全不講武德的殺招，在當時確實引發了北約軍事界的極大恐慌，也讓俄羅斯狠狠地出了一把風頭。可俄羅斯人怎麼也想不到，一記完美的歷史回旋镖，在10幾年後正中自己的眉心。當年俄羅斯軍工巨頭用貨櫃飛彈恐嚇全世界，如今烏克蘭和歐洲軍工體系把俄羅斯人的點子原封不動地學了過來。他們用完全標準化的海運貨櫃裝着盧塔飛彈，反過來死死瞄準了莫斯科。還有什麼比用你的魔法打敗你更經典的軍事隱喻呢？俄羅斯人親手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現在他們必須硬着頭皮咽下自己釀造的惡果。不過隱蔽性有了，射程和精度也有了，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長程巡弋飛彈是這個世界上最昂貴的消耗品之一，
烏克蘭現在的經濟雖然比俄羅斯強，但也是過着苦日子。這仗真要打成持久戰，烏克蘭拿什麼去支撐這種戰略級別的燒錢遊戲？這就不得不提到站在盧塔飛彈背後的2家北約巨頭，他们正在用一種戰爭工業化的邏輯，徹底改變這場戰爭的消耗法則。這遠比飛彈本身的威力還要讓人感到膽寒。前面說到射程2000公里還能藏在貨櫃裡，這聽起來確實很完美。但打仗不是紙上談兵，打仗就是在燒錢。大家都知道，長程巡弋飛彈是防務圈裡出了名的昂貴玩具。你看美軍的戰斧飛彈，打一發就是200萬美元起步。英國援助給烏克蘭的風暴陰影更貴，而且每年的產量就只有那麼一點點。烏克蘭現在的經濟底子早就被打空了，如果靠這種天價武器去跟俄羅斯拼消耗，國庫连1個星期都撐不下去。沒錢買不起高端貨，那這仗還怎麼打？靠傳統的軍工模式顯然行不通了。於是這場戰爭催生了一種全新的武器開發模式，讓商業公司和軍工巨頭聯手，把高高在上的飛彈做成白菜價的消耗品。打造盧塔飛彈的是一家叫德斯图尼特斯的荷蘭創新公司。這家公司原本的業務是研究高超音速客機的，他們造飛機的思路很直接，速度要快，而且大量使用商用的现成零件。戰爭爆發後，他們直接把造飛機的商用技術搬到了巡弋飛彈上，但光有設計圖還不夠，要把圖紙變成源源不斷的飛彈，需要龐大的生產線。這時候，德國老牌軍工巨頭萊茵金屬下場了。萊茵金屬不僅提供了關鍵的發動機供應鏈，最重要的是，他們帶來了成熟的大規模量產能力。這就切中了現代戰爭最殘酷的底色——戰爭工業化。過去這幾十年，北約的武器發展其實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大家都在追求完美的性能，把飛彈造得像藝術品一樣精密，結果就是價格高的離譜，打不起消耗戰。但盧塔飛彈的理念完全相反，它大量採用民用標準的商用供應鏈。只要保證基本的準度和射程，外殼做的粗糙一點沒關係，零件不用那麼頂級也沒關係。核心目標只有一個，把造價壓到最低，把產能拉到最高。說白了，這就是用造普通炮彈的邏輯去批量生產巡弋飛彈。這種轉變帶來的戰術壓迫感是實打實的。你想想看，如果烏克蘭手裡只有10枚昂貴的北約飛彈，俄羅斯防空部隊只要攔截掉5枚，烏克蘭戰略打擊就算失敗了，因為剩下的飛彈根本不夠用，打完就沒了。但如果烏克蘭依靠萊茵金屬的流水線，每天能生產幾十甚至上百枚廉價的盧塔飛彈呢？這時候俄羅斯就會面臨一個無解的數學題，哪怕 S-400 的攔截率高達 50%， 只要烏克蘭一次性打出去100枚，漏網的那50枚也足夠把俄羅斯後方的兵工廠和儲油罐炸個底朝天。更折磨人的是，俄羅斯必須用昂貴的防空飛彈去攔截烏克蘭大批量生產的廉價飛彈，在經濟上這就等於在給俄羅斯慢性放血。當產能徹底拉滿，等巡弋飛彈變成隨時可以補充的日常消耗品，2000公里的射程對普京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當防干擾、貨櫃隱蔽再加上廉價量產，這3個條件同時滿足時，一張半徑2000公里的禁區正在向俄羅斯的戰略縱深緩緩展開。我們不妨在地圖上推演一下，以烏克蘭的邊境為圓心，向外畫一個半徑2000公里的圓。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圓裡包住了什麼。它不光是覆蓋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它涵蓋了烏拉爾山脈以西俄羅斯幾乎所有的核心軍工生產基地，比如恩格斯空軍基地這種停放戰略轟炸機的地方，大型的煉油中心，甚至一些核武器的儲存庫，全都在飛彈的打擊範圍內。過去這幾百年，俄羅斯領土龐大是他們最大的防禦本錢。拿破崙和2戰時期的德軍都被這種誇張的戰略縱深給拖垮了。但在今天，領土面積太大，反而成了一場防空的噩夢。俄羅斯的防空飛彈確實不少，但國家實在太大了。普京不可能在每一個兵工廠、每一個油庫、每一個鐵路樞紐旁邊都部署一套 S-400 防空系統，這就逼着俄羅斯高層必須做一個兩難的決定：拆東牆補西牆。如果把前線的防空飛彈調回國內，去重點保護後方的基礎設施，那前線的俄羅斯部隊就會失去保護傘，烏克蘭的戰機就用在前線敞開來打。可是如果不把防空系統往後撤，前線是保住了，但俄羅斯後方的戰爭機器就會被這些源源不斷的巡弋飛彈切斷大動脈。前線部隊就算再能打，後方的兵工廠被炸平了，連一滴油、一發炮彈都運不到前線，這仗依然打不下去。防前線，後方挨炸，保後方，前線崩盤。在這個半徑2000公里的圓圈裡，俄羅斯找不到完美的解法。盧塔飛彈的出現其實不僅僅是烏克蘭用來反擊的利器，它向全世界證明了一件很現實的事兒：在無人化、AI 技術普及的今天，商業技術轉做軍用，正在快速拉平大國和小國之間的實力差距。一個沒有強大空軍的小國，現在只要靠着幾台裝滿飛彈的貨櫃車，就能實打實的威脅到一個大國的戰略縱深。這其實就是下一個10年所有戰爭的真實縮影。到了2027年，射程2000公里的 Block 3版本就要迎來首飛。你覺得俄羅斯能找到辦法破解這種藏在貨櫃裡的盲盒飛彈嗎？
好了，關於這款盲盒飛彈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這會成為壓垮俄羅斯戰爭機器的最後一根稻草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